欢迎收看《欧阳光先虫草天赐的声音》，在这里要欢迎一下我们新到的朋友 Tom Berry。Hello， 大家好，小杨，你把你那一套 AKA 组合全。我是大家好，这里是说唱歌手 Tom Berry。OK， 让我们欢迎一下张子墨。大家好，老师，欢迎我们搭档。子墨来一个。我是小 Berry 吧。有点激动吧？有点期待。好的，让我们欢迎新朋友，我们的卓海豚。卓海豚。这一期的组合有非常多的变化哈，所以我想问一下，卓雅老师，你是跟凤瑶一组吗？我的搭档在东北往这儿赶的那个高铁上的绿皮火车上。是谁呀？是谁？小白。哎呦啊！那待会儿就麻烦你作为代表来帮我们来抽这个顺序了。我替他。凤瑶，今天你是一个人吗？没有，这次我还是带着我们哥几个窝囊 Five 再回到这个舞台上。对，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小惊喜，我们在网上发起了一个挑战，就是翻唱我们这个窝囊废这首歌，点赞最高的那个人可以加入我们。哦，我们窝囊 Five 就变成了窝囊6。窝囊6，所以是一个惊喜嘉宾来。是的，欢迎凤瑶。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邀请7组音乐合伙人，通过先声夺人的方式呢，决定各位的出场顺序。本期的推荐金曲呢，将以荣耀唱片的形式登上我们的荣耀墙。天赐的声音第7季采用逐轮对决、胜者首擂的车轮战模式。前一组演唱结束后，下一组登场发起挑战，由声音鉴赏团现场合议，选出本轮待定金曲。之后每一组登台都将挑战上一轮的待定金曲，直至决出最终的推荐金曲。天赐健康瑰宝滋养乐新生，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7季，我是主持人陈欢，向每位热爱音乐的你问好。今天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来自新加坡的歌迷朋友，你们在哪里？他们跨越山海，把对音乐的热爱，对于天赐的声音的热爱带到了现场，我们最大的欢呼声送给你们。本节目由好虫草鲜着吃的东阳光鲜虫草独家冠名播出。在我们音乐合伙人登上舞台之前，为了给自己身体充满能量，以最好的状态来到舞台呢，各位请拿起身边的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真鲜滋养，请品尝。此刻，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第1组音乐合伙人登场，他们是姚小棠、Tom Berry。Hello， 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我叫小杨。小杨，我叫小唐。小唐，你好，小唐，我是小杨。我有听过你之前最火的一首歌。但是我不想要一半，可我们俩这一段一段。那很巧的是，你的一半一半，当时在有歌也是跟黄子合作。对。然后我当时首唱 rap 也是跟黄子一起合作。第一次刷到你，确实看到了你的 rap。哇，那你如何评价我的这个 rap？ 很棒啊！真的？对啊，那你 rap 如果不棒，为什么会有1.6万评论？我连评论多少我都知道。所以我们这次是你的好朋友的一个作品 ，Trust Me 嘛。这首歌我觉得它是适合放到耳机里的，但是有点平的小情歌。其实这首歌的时长是对于综艺舞台来说的话是不太够的。既然我们2个都会说唱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加那么一点点旋律说唱。然后我跟他也合作过一首风格差不多的歌，我叫1点就好。能不能在中间或者尾段把那段 verse 插进来，让这首歌变得层次感更丰富一点？改编的话，我觉得把它改成偏蓝调、偏休闲、偏都市感的一个欢快一点的伴奏。你带我真的我第一次整这种。Trust me 吗 ？Yeah, of course。我觉得好难。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上次在吻痕里面有收获到一些小小的东西吧，所以我就希望还有一个舞台可以在上面再去实践。
我觉得这首歌是我的舒适区来的，我也很有自信能唱好。杭州，3、2、1，Let's go！ 想要你听到我的情歌，最简单的情歌，有点笨的情歌，因为就怕你觉得我只是说的，以为我在骗人，感觉你会误认我。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男子气可以比一比下了，我也相信你的心，你的孩子气。Oh girl, so can you just trust me, so I can just trust you, and we can just trust me, and I can just love you. 想要问你信不信我的爱，不是谁都能保护你，因为爱。如果你问信不信有真爱，我只能说试试看我的爱。哎，荧光棒挥起来好吗 ？Let's go. I hate this, I feel in love lately, hanging off a days， 这不是我喜欢的类型。背靠着背，当我偷偷看你背影，你让我没了理智 ，because baby you talking crazy. I spend all the cash on you， 只要你捡，这不用价格极限，这首歌只唱一遍。你不用这想，其实我能知道一切，但是你给我的爱，我也只要一点点。我们相遇在不同的季节。Oh, I'm a rap star， 但也有不同的一面。你的香味触动我心弦，面对你的所有要求，我总不能够拒绝。Tell you it'll be alright, tell you it'll be just fine, baby。我只需要你的爱，你的爱给我一点就好。我怕你不懂我的性格，最认真的性格，最厉害的角色，因为你说看起来像爱玩的男生，以为我在骗人，感觉你会误认我。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男子气可以比一比下的，我也相信你的心，你的孩子气。So can you just trust me, so I can just trust you, and we can just trust me, and I can just love you. 想要问你信不信我的爱，不是谁都能保护你，因为爱。如果你问信不信有真爱，我只能说试试看我的爱。想问一个问题，你们是第一次合作吗？是的。哎，所以先说一说彼此心目中对方的这个印象。他才06年，他不到20岁。哇哦！但他就是感觉很老成。我听说大家就叫他 Barry 叔叔。生活像一把无情刻刀，是这样的。我就是主要是确实，虽然我年纪算小的，但是其实我在这个音乐行业里面，其实也待了3、4年了。这3、4年过得真不容易啊，说白了。哦，明白了，已经是3到4年磨砺的一个老音乐人了哈。说说你心目中的搭档小唐。我觉得姐就是，
很让着我，就是很讨论改编这个歌曲的过程中和彩排的过程中，其实姐都是非常让着我的。我要干嘛，她就说行。好，接下来我们听听各位音乐合伙人的建议。我只能说 ，Top Berry， 你不火谁火啊？真的。其实 Berry 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让大家看到 rapper 不一样的样子啊，然后也可以很年轻，然后去跟一个姐姐唱这种情歌啊，其实也可以给大家普及一下吧，一种很经典的 hip hop 音乐的一种做法吧，也希望Berry 可以越走越高 ，Let's go。感觉好多熟面孔哦。就是我们上一季的那个有歌歌王，再次恭喜 Top Berry 杨博瑞有歌年度音乐人。哎，不讲，低调，歌王。我觉得更多的是享受啊，尤其是这个歌，我觉得就是 Berry 的那个舒适区，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他真的完全享受这个歌。然后，但是让我比较意外的是，我发现小唐其实唱这样子的歌，真的还蛮性感的。要是 Top Berry， 我会越走越高。真的吗？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今天的搭档跟这个表演，其实让我真的蛮享受的。真的还有御姐好好捶打那个不听话的小弟弟的那种感觉。对啊。啊，真的好羡慕这样的舞台。其实，在节目的初期，我就一直说，我希望有一个舞台可以跟说唱歌手一起。上一次看见了黄子，我就想。OK， 有过一次了，也该轮到我了吧？这一次眼睁睁又看到了这个舞台，我更加确定节目组他不想让我圆梦。边上有人有话要说，是不是？有点伤心啊。月星，你先冷静，后面还有几期啊，对吧？没关系。我觉得今天这样很好啊。我只是说未来，对我们做人不要那么脆弱，好不好 ？OK。但是我觉得可以欣赏本身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刚刚从头到尾我都不需要去考虑你们的任何的口气啊、音准啊，一切。我觉得一个好的表演、好的音乐就是会让你享受其中，自带松弛。那我觉得小唐的松弛是来自于他的进步、他的成长，觉得他其实很有女人味，所以完全可以在即便是一个甜甜的歌里面，他还可以唱出了那一种让我觉得是很有风貌的那一种迷人的特质，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超级无敌好看的表演。好，谢谢。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我们的剑音团。Berry， 我觉得是这样啊，天赐的舞台和以前我们参加有歌的舞台不太一样，在这个舞台上我们还是要稍微的紧一点。你现在整个的状态过于松弛，你看你穿成什么样，小唐穿成什么样。就其实这个两个人的合作，它是一个需要搭配的东西。你音色已经这样了，然后你在舞台上再不去跟小唐有更多的这种配合，这个舞台看起来就很割裂。我直说就不好看。小唐今天这首歌，你所有的律动都不在这首歌里。我说的是那个节奏。记住这样的风格，至少今天的这个舞台并不适合你，但不代表以后你唱不到这样类型的歌。OK， 对，因为我很少尝试这种歌曲，然后这次其实我也很忐忑，因为跟 Top Berry 一起合作，然后我也就是很努力在学他的律动，包括我们第一次彩排结束之后，我就说哇 ，Top Berry 怎么唱的那么好？就他有自己的那个点，然后我有一直在学习他，所以如果以后我有尝试这一类的风格，我会精进一下。谢谢老师，小唐，我觉得有一点是值得鼓励的，在这个舞台上，我是鼓励所有的歌手在原来的舞台没有尝试过，把《天赐的声音》这个舞台我们当做一个试验场，看是不是可以去驾驭，或者未来能不能驾驭这种风格和状态。然后 Top Berry 也是我第一次看你的现场，音色非常好，这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但是有几点，你在台上那个状态，比如在台上手拍麦克风啊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尽量避免。然后另外在台上你就访谈的时候一直晃啊晃，我不敢看你，因为我真的很晕。就是我觉得未来你要作为一个歌坛的唱将，长久的在这个舞台上发展，这些小问题你都要关注一下，好不好？加油！再次把掌声送给小唐，送给 Top Berry， 谢谢二位，请落座。接下来向小唐和 Top Berry 发起挑战的音乐合伙人是，让我们掌声欢迎杨丞琳、王栎鑫，加油！
这次这首歌曲的表达真的是非常非常破碎的，我怎么说，很适合我的一首歌。对于第三人称的角度而言，我觉得这个歌词很像自我在打架，对自己既想有自信，可是自信又拿不出来，就是会觉得有那些纠结，跟想要和自己和解的那一种状态。那我是特别内耗的人。内耗好辛苦哦，很辛苦。你像这个作者写这个歌也是，他会经常的自省，然后不断的怀疑自己，就是哪里做的不够好啊，或干嘛。像我，比如我看演唱会，之前我就会一直做噩梦。我前2天有一个演唱会，然后我就梦见我的话筒断掉了，就是很难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嘛。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人生课题，我就觉得我这一辈子可能都会陷入到无尽的拉扯当中，但有一件事情是永远不会变的，就是我热爱唱歌这件事情。我在35岁的时候有进行一个采访，当时就回答说，不要逼自己完美，如果人家连不完美的你都会喜欢的话，那种爱不是很真实吗？所以会很希望你自己真的是多自洽一些。背心可能前面就紧绷一点，前面是那种还在追求完美，然后后面再松弛下来，你觉得呢？一个蜕变的过程。其实这首歌真的很难演唱，就不是它旋律本身，是这个编曲太具有实验性了。不要那么 chill， 是吧？编曲设计就是想从人声鼎沸，然后到最后去平静，越来越平静。就是等于这个歌词他所写的，从我们很纠结在自省，直到终于能跟自己和解。要怎么让观众知道我们想要做的表达，非常难。这首歌它是我自己写下来最难的一首歌，哎。他想知道那是谁，为何总沉默寡言？人群中也算抢眼，强颜的孤独难免。快乐当然有一天，不过寂寞更强烈。难过时候不流泪，流泪也不算伤悲。天真以为是他的独特品味，殊不知是他难以言喻的对决。字幕画面分割成点叠对叠，而谁是谁？对于第三人称的角度而言，也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缺陷，不自觉遮掩，多少也算自然的行为。他想知道那是谁，为
总沉默寡言，人群中也算抢眼，抢眼的孤独难免。快乐当然有一点，不过寂寞更强烈。难过时候不流泪，流泪也不算伤悲。天真以为是他的独特品味，殊不知是他难以言语的对决。字幕画面分割上演叠对叠，而谁是谁？对于第三人称的角度而言，也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缺陷，在不断的追寻更好的自己，直到青春一定程度的浪费，才觉得可贵。整首歌都是跟着情绪在走，特别听到最后一段口哨的时候，所以我想问一下月星，你在吹口哨的时候，我发现你的神情会特别不一样，你是想到了一些场景？对，就是因为最后有一句歌词，就是我们的青春很多时候就浪费了嘛，就刚刚好像突然看到了，就是年轻时候的自己，因为我是个特别半途而废的人，就是学什么东西就是上2节课就不上了，所以我就觉得自己的青春浪费了，还是有点可惜吧。最遗憾的可能就是我最爱的亲人可能没有就是见证我现在比较好的时候，对，就提前离开了，这会是我在人生当中最遗憾的事情，心里的痛。哎，对。我想问一下月星，这次的合作是怎样？心情如何？我是有听说他很想跟我合作，但是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那我用歌曲来表达好不好？好，表达我的心情。好，就好像许下我第1001个愿望，就是愿望实现啦。真的是从 Fall in Love 时代一直看到他到现在，然后他的剧我之前也有一直追。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的体验在于它其实是挺实验性的一首歌曲。我们的编曲是从乐器配置非常满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一般都是很安静，然后越来越炸越来越炸，但我们就是完全要颠覆。导演组这边想尝试看看这种从很满到安静的这种路线，那他们会怕我因为不 OK 就去推翻，我就回了4个字：我可以呀。因为我觉得我本来就是一个喜欢这样子的人，可能我这中间有1、2年的遭遇，也许我不会说我可以啊，我一定会不碰触，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要回到那个喜欢尝试的自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位音乐合伙人在上台前必须要先吃东阳光鲜虫草的原因啊！状态好好的。我再表扬一下这个歌的这个编曲，从一开始鼓的那个音色，它没有那么特别的硬。
他就打得像雨一样的沙沙，然后那个贝斯弹得太好了，然后整个这个编曲一开始就是给那个氛围感，到最后慢慢的逝去。其实我翻这个歌词啊，翻了第2页的时候，甚至于最后陈琳唱完的时候，我还在想继续往下翻，还想没听够的那种感觉。谢谢。这类型的音乐呢，其实真的需要有更多的拥有，但是又抓不到的那种失落感，那种张力要有。尤其是这个编曲，我觉得这个编曲真的给这个歌加了很多的分。你必须要从很满的音乐到最后变成有一点像是清唱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呢，那个每一个乐句，每一个你要传达的情绪都要更精准，而且要在那种若有似无、快要断气没有断气的那个过程当中，去延续那个音乐的情绪。所以我觉得我很享受2位的这个表演，因为尤其到最后那个口哨声出来之后，我觉得所有的这个过程就都成立了。对，谢谢哲哥。谢谢。我觉得月薪在演唱的时候是降了一个8度在演唱，对吧？所以在刚进唱的时候，我会听到你的音色会有一丁点儿的缺少弹性。到了第2段的时候，才真正的回到了这种音色的状态。我和大虾的这个意见是相反的，因为我们知道月薪能第8度唱这首歌，实际是在难为自己。但我觉得这个难为自己正好把歌曲里的寂寞、悲伤都表达了出来，而且这个编曲我特别的喜欢，尤其军鼓完全符合了你俩想表达的东西。月薪的口哨，我特别吃惊的是你怎么能吹得这么准，所以我觉得这个舞台我是特别喜欢的。其实我们经常讲说听音乐有2种，一种可能是疗愈方式，那这一种就是在你深夜想哭不出来的时候，你反复听它，你一定会哭出来。对，因为这首歌一定会后劲儿非常大。今天你们2个人的所谓不舒适，却成全了这个作品。谢谢老师理解。好，谢谢剑云团的分享。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剑云团老师现场合议，给出本轮的待定金曲。我觉得 Trust Me 更好。中场时刻补一口东阳光鲜虫草，随时随地新鲜滋养。好的声音也需要好的能量支撑。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第3人称。恭喜杨丞琳、王栎鑫，谢谢2位，请落座。接下来向第3人称发起挑战的音乐合伙人是黄霄云、张子墨，加油！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子墨。我想我永远都是无力的。去年也来过天赐的奇妙2个房，今天也是有幸来到了我们的正片，就是来参加这个舞台，我觉得可以当做我成年的一个礼物。其实我一直都很欣赏你，非常欣赏你。真的对，因为我平常也是喜欢自己搞一些制作，然后也是发现你也会编曲，会玩很多乐器，我觉得你非常的专业。其实一直都很期待跟你合作，没有想到天赐的声音给了这个机会。我觉得它也是比较伤痛的一首歌吧，就是好像一切都变了，曾经许过的誓言，然后也生锈了。我觉得对我来说挑战难点的地方就是 rap 部分，因为我很少 rap， 然后这也是在天赐的声音上又挑战了一个没有挑战过的东西。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它的歌词比较密集，嘴巴比较绕不过来吧，一直都在苦练啊，飞机上也在练，车上也在练，化妆的时候也在练，无时无刻没有不在练，也是一个让大家重新看到我有惊喜的一些机会嘛。我肯定希望拿金曲啊，肯定希望不给面包姐拖后腿，希望我们2个可以共同完成这个非常好的舞台，然后被大家喜欢。给你的情是生了锈，会变成星和酒，你曾施舍温柔，从深渊与拯救，紧握过我的手，也说过到最后，怎么现在没有用？最后的回忆被没收，我的不甘来全都带走，我的所有，包括我的血肉，这些我都承受，感受如水如手，找个
数次我想你的身体放烈幻想你靠着我，被我抱着我，想你陪你的每个日夜，只要和你有关。每个打算我都想了解你想要去到的地方，像是旅馆，你发表几精确。我们两个都拉过钩，你再厉害，怕我将我的手亲吻你额头，触摸你轮廓，不能想那是你还属于我。做个选择，全都断了，说过的话全都算了，天不再蓝，还是蓝的。没有了你，我该怎么办？你给的也许只是一点施舍，却让我觉得一切全都值得。最后纠缠不清的直线撕扯，只问着彼此是否还有资格。这场雨好像一直在下，是从我心里不断肆意拍打。是否听够了誓言就要代价？让雨水冲向回忆，手机斑驳。把这大雨全都淋个够，让谎言都湿透，带走我的所有，包括我的血肉，这些我都承受。可受洪水猛兽，我不要没你的以后。最后的回忆被没收，我也不敢 let you know， 你曾施舍温柔，做深渊与拯救，紧握过我的手，也说过到最后，怎么现在都没有用。什么都没流，包括眼泪，好像我的感情真的只是免费。是我早该认输，是我垫背，是我所有付出被随便碾碎，是我不分昼夜打给你的电话，是我活该把所有苦都咽下，是我不识好歹，是我欠骂，是我一次又一次的尊严被你践踏，是我活该承受你可能犯的疯，是我纷纷忍受，还以为你会痛，你们敢点头，我总是牵着，带着全世界玩笑带你远走。你说你受够，那就够了，既然够重，干嘛还练就呢？何必逗留？看你没有皱褶，是红线走，反正没以后了。也许只是一点施舍，只想我觉得一切全都值得，最后纠缠不清的只是撕扯，只问着彼此是否还有资格。这场雨好像一直在下，是痛我心里不断肆意拍打，是否听够了誓言就有代价，让雨水冲刷回忆，锈迹斑驳。这大雨全都淋个够，这谎都湿透，没错，我的所有，包括我的血肉，这些我都承受的受，洪水猛兽，我不要没你的以后，最后的回忆被没收，我都不敢let you know， 你曾施舍温柔，走向远与拯救，紧握过我的手，也说过到最后，怎么现在都没有用。哎呦，咋了？还有出道 pose 啊？他右脸好看，我左脸好看。是的啊，是这个原因。所以子墨有没有压力啊？跟肖韵一起搭档在天赐，压力超大。我们第一次合作嘛，而且我也知道面包姐好几年，然后一直看你的节目，然后还有就是网上刷到你的唱歌的切片，我觉得是真正的就是很有实力的一位歌手。谢谢。所以说呢，我就怕给你拖后腿。完全没有，我还怕给你拖后腿。我觉得你在说什么？不要，不是怎么给我拖后腿呢？不是你别激动嘛。好的，稳重点哈。因为他才18岁。很早之前就有关注到他了，我有发现他其实很厉害，他有个那种小工作室的空间，他自己给自己做制作、做编曲，在交流的过程中能感觉到他是真的很热爱音乐。那今天这个舞台，二位是共同的一个呈现，那为这个舞台和合作做了哪一些设计，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比较跟原曲不一样的就是这首歌一共刚刚升了3个 key， 就想营造出一种攀登的过程吧，递进的感觉。对，然后我感觉我好像在天赐玩什么通关游戏一样。我之前真的很少说唱，我很开心能有这个机会的，因为只要跟音乐相关的，不管是什么挑战，其实我都愿意去尝试。所以肖韵，刚刚你在这个合作曲目里面已经有了 rap， 现场我们挑战一个清唱 rap， 好不好？好，感受一下子，来，我们给肖韵一点掌声的鼓励。
什么都没流，包括眼泪，好像我的感情真的只是免费，是我走开战术，是我垫背，是我不分昼夜打给你的电话，是我活该把所有苦都咽下，是我不识好歹，是我欠骂，是我一次一次的转打他。谢谢大家。贝尔叔叔点评一下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非常厉害的一段快嘴，谢谢。我听到一个主唱流行的女 vocal， 忽然来了一段超级厉害的快嘴，其实我是就是震惊到的。你不要骗我哦。我没有骗你，上一个听到这么快的人叫杨和苏。哇 ！OK， 我相信你，有机会跟你学。从我进来听第一首歌之前，我是65公斤。我现在是63公斤，就是从第一个舞台一直享受到这个舞台，就是真的瘦了。哦，这个意思。你这个也是小亮哥教你的吧？太冷了。我喜欢。我开始的时候我是65公斤，然后现在变成60公斤了，瘦了10斤了，对。哇！就是对他们的唱功十分的吃惊。好会！哇！喜欢。肖云的那个唱功不说了啊，就是因为肖云特别出圈是什么？上次他跟端端唱《空心》的时候，你知道吗？他有个那个 GIF， 就是。那个表情包吗？老娘唱死你，就是那种表情，一直在挑衅我。对，他的表情就是很坚定的，咋的。然后子墨的时候就是硬顶在上面，知道吗？就是被他那个其实一点都不虚的那种，所以他们两个其实在舞台的状态都非常好，真的很厉害，加油！谢谢，加油，谢谢。我觉得就是现在的整个的你所在的偶像系统啊。我们不得不说，其实跟大众我们所听的音乐，它是2套不一样的系统。我觉得子墨的音乐，它其实是完全可以是跨2个系统去影响更多人的。但是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这个系统对你来说是种限制，在这个系统里面，你的成长方式、创作方式，实际上它会限制住你的表达和你自己的音乐能力。我觉得无非就是有一个这几年一直在说的一个词叫破圈嘛，对吧？就是每一个赛道也好，它都有自己的圈子，然后怎么样的实现破圈？我觉得你至少要在自己的圈子里面，就所谓你被困在那个圈子里面，你至少在自己的圈子里得，有立足之地。就是你在自己的圈子里面，你得先走起来，然后你才能实现破圈。不是说就是可能我想破，或者是我自己主观上可以做一些改变，然后我就能走出这个圈子的。我觉得我只能尽力。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今天在场的还有一位和你同龄人一样的 Barry， 那么 Barry 歌曲的数据像一半一半，好多歌的数据确实比你的这个原创的歌曲数据好，肯定是吧？是的。而且你们2个也合作过一首歌，那首歌也不错，所以我想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数据很客观啊，它确实可以反映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呢，因为我才刚来这个行业，真的它时间太短了，然后我现在也就才刚18岁几个月吧，我后面可能还有大把的时间，我只要去尽人事听天命嘛，数据什么的可能它不是完全是我说了算，它这种因素太多了，所以我也没办法去怎么看待，我只能理性看待。我可以说吗？你可以说。因为我觉得音乐。虽然音乐现在被加上了很多的综艺，但是音乐本身是归根结底是一个让人开心的东西。那我觉得只要音乐好，我觉得这个是不分高低的，只是有人运气好掐到了这个流量口而已。我觉得音乐人之间，就像我和子墨之间，也不存在对比或者嫉妒。我觉得我们2个的音乐都是很牛的。对，在有歌的时候，哲哥有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叫带着你的歌迷成长。我们总会在一个圈层里面获得一群歌迷，满足他们不如陪伴他们，带着他们成长，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实现破圈。看看这一轮待定金曲会有所变化吗？交给我们剑音团现场合影。我觉得第3人称更好。我也觉得第3人称更好。透心凉，心飞扬，活出你的爽，雪碧酷爽时刻。喝雪碧做个爽人吧！下面有请声音鉴赏团代表公布合议结果。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轮的待定金曲为
第3人称。让我们继续恭喜杨丞琳、王栎鑫，也要谢谢2位，谢谢子墨，谢谢小允，谢谢。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组发起挑战的音乐合伙人，有请张信哲、黄子弘凡，加油！哇，好开心，哲哥终于能合作上了。哎，我们第一次合作吗？第一次合作。哎，真的哎。就我们在节目上见面啊，包括什么，但是我们正儿八经能有咱俩一个舞台，这是第一回。很开心，也很期待，因为真的很喜欢哲哥的歌，还有他的声音，因为他的声音不光特别，还很好听。之前看天赐其实有很多的情歌，但是这次我就觉得，那其实我们可以试试看一些跟爱情不一样的情感类的其他的东西。对，这首歌它就是以家人为背景，然后做的这个创作嘛。你让爱一点一滴汇成河，一点一滴，它是一首在讲父爱的歌吧，就是透过生活上面的一些点点滴滴，很质朴的传达子女对于父亲的一个这个角色的回忆，还有对于这个父亲的一个怀念吧。你也是音乐世家嘛？对。然后我爸爸也学音乐，所以我想说，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于爸爸应该都有一个对共同的一些经历吧。我爸是那种很温柔，然后很耐心、心平气和那种，然后从来都是鼓励我，然后也不会打我或者怎么样。这个部分其实还挺像的。其实我们家也是我爸，反而比较温和，他没有逼我一定要成为一个，比如说音乐家。我也是。他只是让我们不断的去学，然后保持那个热情跟喜欢。是。只是他有点吓到我，因为我去学小提琴，他也一起学会了，而且拉得比我好，我就觉得哇，压力好大，好牛啊！那我觉得我跟哲哥很巧的是，因为我们两个家里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反而就是这一点上，让我跟哲哥的配合可以变得更默契，同时表达这首歌曲更精准。黄子他真的非常年轻，而且父母都健在，我父亲也不在，所以我会站在更复杂的一个心理状态的情绪下面来唱这首歌。那也希望真的可以感动到所有在下面听歌的人。认真工作也要认真爱自己，每日先虫草，吃出好状态。你的话不多，却总能温暖心窝。雨下的时候，提醒我要振作。你有的不多，却够一生挥霍，教会我诚实生活。你的笑不多，却总能点亮困惑。时光虽如梭，不曾蹉跎。你给的不多，每个都是承诺。幸福它永远满座。你让爱一点一滴汇成河，在心里时时刻刻流淌着。你要求的不多，只希望我快乐。滴水之恩要铭刻。你让
老虎冷落了灰的情节晚点，情歌词中有那份筑好的门面，升起暖脸，在不停心里想的对联和寄不出的信件，才会往这一路数不尽的每一滴点，伴我走过朝暮与春秋，是你无声息的温柔，你让爱一点一滴汇成河，在心里时时刻刻流淌着。你要求的不多，只希望我快乐。滴水之恩要铭刻，你让爱一点一滴汇成河，在心里时时刻刻流淌着，在心里那些只阻长了回忆里深刻。千花洗尽才懂得，我会一辈子记得。这首歌里面其实也是跟你们刚才讲的一个亲身经历有关的。其实这首歌其实当然是写给爸爸的一首歌，对，所以我就想说，可以借着这个舞台吧，然后去跟大家分享一些不一样的情感的经验跟经历，这样子。对，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最主要是，就是我觉得跟哲哥在唱这首歌，其实说实话我们也没有所谓的磨太多次，基本上就是很有默契的，然后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歌很适合我们两个，对，很适合。对，那再加上其实黄子也提出了，就是说我们加了一段 rap 在里头。是的，就是这个 rap 的词呢，就感谢那个齐汉老师，就是他写的词。然后但是呢，他当时写的时候，我们也交流一下，他还写了我的一些小小的故事，比如说他一开始他里面有提到的焖面升起暖烟，因为就是我爸以前他会做各种面，然后他其中也会做焖面，然后还有那个行李箱塞不下的店面，然后其实是我妈每次在我出行前往我行李箱装的6套秋衣秋裤。6套秋衣秋裤是那个最贴身的嘛，他觉得就是他自己买完然后亲手洗完的是最干净的，这寄托最多的温暖和爱的。一开始其实我不太确认，就是说这段 rap 放在这边好不好，因为其实这个歌本来就是一个节奏很慢而且很深情的歌，然后突然加一个 rap 的话，我怕会破坏掉整个那个气氛。对，但是有担心。看了歌词以后，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成长背景吧，有很多共同点，譬如说落了灰的钢琴，我们家都有一架。对。对我来讲会更沉重一点的就是，譬如说寄不出的信笺，譬如说我父亲已经不在了。那像这样子的一些过程，其实我觉得还蛮打动我的。我最后就觉得，OK， 那这一段 rap 它是让这首歌更有深度，然后这个故事更有说服力，更生活化。更活人感吧。我也是哲哥的歌迷之一，心中有一首神曲，因为那首神曲的 MV， 我想忘了你，因为里面就有您父亲的出镜。对。就是你刚刚提到这首歌，就是用情，让我想到这个暖心小故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在上海拍这个歌的 MV， 然后呢，我爸是主角嘛，然后呢，但是你知道，我们就是整个团队一起活动的。那拍完外滩之后呢，我们就往下一个地方拍，就发现我爸不见了，大家都很着急嘛，真的找他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那问他说他为什么不在集合点等我们，怎么就跑掉了？他就说，因为我儿子很喜欢外滩的建筑，所以呢，他要把每一栋都拍下来，然后整理好给我。他自己去拍的哦。他知道我没有时间去拍这些，我要拍 MV 啊什么这些的，所以你知道那个就真的让人又气，但是呢又很暖心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想到，我爸一个
还蛮暖男的一个这个小故事，这样对，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他对你也真的是用情，用情，对对对。月薪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个吗？你生活当中有被感动到，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我现在脑子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画面，就是19年前我去参加歌唱比赛，然后那会儿家人朋友啊，就是可能觉得哇，每个赛区那么多人比赛，为什么会选到这么平凡的你？你赶紧回来好好读书吧。但是只有我爸是非常非常坚定的支持我去继续走音乐这条路。所以我记得那个画面是当时他送我上去广州的火车，他那个坚定的高举的拳头为我加油。我如果没有那一次父亲的支持的话，我可能今天没有办法坐在这里。我父亲这2天就要做这个心脏搭桥，还有一个心脏另外2个大手术一起做。所以我录完节目明天回去就要陪他去医院。就是还是比较惭愧。以后还是会多花时间在陪伴家人上。所以我刚刚其实，在唱第3人称最后吹口哨的时候，你问我那会儿在想什么，其实我说谎了。其实我并没有想到什么我年轻的时候啊怎么。其实我就是想到父亲现在的状况，但是我又觉得在那个时候我不能不控制住。对，因为它还是一个舞台表演，所以大家可以听到我后面的那个口哨其实有点吹不稳。对，但是我还是要控制住，就再难过也不能流泪。谢谢，谢谢。手术成功。我觉得哲哥跟黄子他们本身2个人的声音都是带有那种很温暖的一个元素在，所以我觉得跟这首歌特别的匹配。然后黄子在唱这段旋律 rap 的时候，哲哥也有在，我觉得是一种托举吧。我会想到我在天赐的很多舞台，包括有一些像哲哥一样的前辈也在托举我的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感动。然后这首歌也就是幸福，它永远满座，就是好暖啊。谢谢。首先这首歌它的音域的难度会很大，在演唱的时候，黄子的这个发声能力非常强，无论是低声区、中声区以及高声区，声音连接的很丝滑。我们发现他的这种发声技术很强的情况下，他出来的这种歌曲的一个渲染就会很强，就是说歌曲的色彩让我们听起来很温暖啊，色彩很浓厚，再加上哲哥在演唱的时候自带的这种音色的质感，为这种温暖的光环下增添了一点星光。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非常不错，唱得非常不错。谢谢老师。哲哥在唱第1句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想，我说一个歌手能火30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他第1句的那个代入感，就一下把你带入那个故事当中去。整个这个作品你听下来，就很像说一个历尽千帆的一个长者在讲述岁月的变迁。然后黄子其实在演唱的时候有一些像一个赶路的小伙子，就2个人的这个状态真的是相得益彰，我觉得给我们非常多的想象空间和幻想空间，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特别优秀作品应该有的一个品质。谢谢辉哥，谢谢。好，接下来交给我们的谢银涛老师现场合影。我觉得一点一滴更好。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轮的待定金曲为第3人称。让我们继续恭喜杨丞琳、王栎鑫，也要谢谢黄子，谢谢哲哥。接下来向第3人称继续发起挑战的音乐合伙人，哇，来头不小，他们有刘凤瑶、张伟、曾一鸣、李琦、派克特以及一位神秘音乐合伙人，让我们有请。哎，大家好，我们是我们派。这有点男团的意思。名真好，瞬间年轻了，感觉。45岁成个团，你说真逗。对，60、70正是大片的年纪啊。对呀，正是闯的时候嘛。第二春啊。
说实话，窝囊废播出之后，比我预期中要好很多。特别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人，所以我又带着哥几个冲回来了。因为第一首歌是偏情感挂的，我希望这一首可能跟第一首有一些不同，就是能够嗨一点，所以我这次选择的歌曲是《哪儿凉快哪儿去》这首歌。大家看这个哪儿凉快哪儿去，可能会觉得我们是好像，所有的事情我很酷的跟你说一声啊，你哪儿凉快哪儿去。其实我这首歌初衷是在写自己，大家应该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自信，哪儿凉快哪儿去，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啊，让自己接纳所有的事情。很多东西你就说窝囊废，他并不是说自己是窝囊废，对，哪儿凉快哪儿去也并不是针对是谁，没错，都是讲自己对现在的自我的这个年纪的一个认知。对，我的那个原版呢，其实我觉得还不够，所以我自己又重新写了一段。头和尾加了一个带一点民族气势的这样的一个合唱，我希望更加的有震撼力。然后这一次因为有老派的进入说唱部分，让他来创作，包括分词上面，我都会抓住每一个人的特点区分，体现出来他最好的一面。想拿金曲吗？全力以赴，拿呀，能拿为啥不拿呢？我反正是把每一次的演出都会当做我人生最后一次的态度去表演。加油！挑战天赐舞台必须脑体状态全开，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配方全面，脑体双优。下面进入高能竞演时刻。苍茫无休千万里，雨花你梦境，山水独秀沧海。铁骨红铁明，窗外一道月光，疑是地上霜。我点了一杯咖啡，也四不像。你说爱我的姑娘，谈不上漂亮，辫子不粗不长，她也叫小凤。轻轻散于我的窗，惆怅越是夸张，越显得时尚。他说诗和远方早死于星光，其实和爱情没两样，不吃饿的忘。一不小心爱上又蠢到发慌。I'm thinking thank you, what is wrong? You call me loser， 哪凉快哪去，麻烦别歇斯底里，我懒得奉陪到底。You call me loser， 谁在乎你？难道说赌一口气就当我出人头地？请不要问我要去哪里，多半是漫无目的，哪凉快就往哪去。You call me loser， 有人有语，习惯了颠沛流离，大不了开到 to me。窗外一道月光，疑是地上霜。我点了一杯咖啡，也四不像。永远说爱我的姑娘，谈不上漂亮，辫子不粗不长，她也叫小芳人。Thinking tell you what is wrong。惆怅越是夸张，越显得时尚。他说诗和远方早死于金光，其实和爱情没两样，不知恶的慌。一不小心爱上
我说赌一口气，就当无处人逃避。请不要问我要去哪里，多半是漫无目的，哪凉快就往哪去。只口的 loser， 有人犹豫，习惯了颠沛流离，大不了开到此地。Clap your hands, everybody, if you got what it takes. Cause I'm a PhD and I'm on the mic when the 5 on the break. Yeah， 包括下一句我也不会躲藏，这一次我们就站在火旁，不想再听什么你抢我抢，想他不脑壳有正可量，你在一在二，其实就第3下，关闭嘴巴，不然你最尴尬，迟早你会得到应有的判罚，你也怕别听别人的那你在干嘛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我让你看我怎么跨越每个山峰。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我们正把火的灯向山峰。问我要去哪里，多半是漫无目的，哪凉快就往哪去。Call me loser， 有人犹豫，习惯了颠沛流离，大不了开到荼蘼。苍茫无休千万里，浴火逆风行。太爽了！哇哦，爽！感觉这首比窝囊废吓人。哇，人多气场就是大，而且各具特色，让他们自我来介绍一下吧，有请。大家好，我们是窝囊5，我是李琦，我是张伟，我是刘凤瑶。Yo up， 这是派克特，来自西安 Nova Sound Ground World， 我是曾一鸣。Hello， 大家好，我是那个第6人蒋一帆，谢谢大家，谢谢。哎，一帆你好，哎，你好，你好，哎，这个你是怎么来到这个组合的？就特别的幸运吧，我觉得是在网上有一个窝囊废的翻唱挑战，点赞最高的人发那个视频翻唱，可以来到这个舞台。其实我一开始我还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之前吧参加过很多的这种就是节目的这种比赛啊、录制啊，都没下文是吗？不，是有下文，我去了啊，去了之后我晋级了，然后之后他给我打个电话，他说，那个告诉你一下，你被淘汰了，啊，就后来就没下文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对这个东西有点就不相信了，因为我还是特别憧憬能有这么一个机会。那这个机会来了，我就说我要想办法去尝试一下。我说那再试一次吧。发了一个这个翻唱的挑战，所以最终的数据是61万赞，应该现在是61万赞，那应该是1000万播放。是的。所以你是凭实力加入的哈，所以哥儿几个看完一起合唱以后，觉得他有这个实力和资历进入到咱们互联网还是公平的，互联网还是公平实在的。这个歌也是我们有歌上当时创作的。我觉得这首歌就哪儿凉快哪儿去嘛。其实很多人听到可能是比较冲的，想说，哎，如果有不同意见的话，你哪儿凉快哪儿去，我就不搭理你了。其实我更想写的是对自己的一种释然，对，就是我可以选择我自己喜欢待的地方，我可以不需要听从别人的意见，我需要坚信自己。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希望这首歌能够给大家一个这样的力量。对，而且特别是通过上一期各位啊成立了男团窝囊5，这是一种自嘲，但是我们发现他们不窝囊，越来越成功了，流量特别大，也破圈了。我想问一下，从那一期到现在，你们生活上有一些变化吗？有吗？好多年没有再登过这样子的舞台了。这首歌发完了之后，没想到它引起了这么大的共鸣。然后我的朋友圈就是很多人就朋友过来发信息问我啊，你这首歌太火了，怎么这么有劲儿啊？哇，我听哭了，听了100多遍，什么就这种。
让我感受到，我们其实给自己能量的同时，也给了很多人能量。播出之后的1个多星期以内，就联系的工作都多了，变化挺大的。就是之前我在北京习惯性因为比较思乡或者吃湖南的米粉，然后我经常会去在那个米粉店去吃。其实我去吃了7、8年了，但是那个地方其实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就是播出完了之后，是被整个分店的人全部认出来了。他们不认识我，他都不知道我是歌手，他只知道你是上过天赐的声音的那个曾一鸣。所以舞台真的很重要。就像网上很多人说，哇，因为上次你们是以盲盒歌手的形式来到这个舞台，很多人说，哇，你们如果真的到了我们竞演的环节，也都有可能拿到金曲哦。你们觉得今天的歌有可能拿到金曲吗？来问一下一鸣，因为一鸣在上一期里面贼有态度啊，今天咋低调了？来说说，如果这个问题抛给你的话，你会直面回答吗？我不想要的，那肯定不可能的。但结果如何呢？一切交给音乐本身。我们也想听听剑音团此刻的感受。首先我想听一下无伴奏的原声。请不要问我要去哪里，多半是漫无目的，哪凉快就往哪去。You call me loser， 游刃有余，习惯了颠沛流离，大不了开到 to me。苍茫无休千万里，渔火逆风行。山水独秀沧海影，铁骨轰天明。大家可以听到他们刚刚在演唱的时候，无论是低频、中频、高频，层次都非常明显。而且为什么我要听蒋一帆那一段？因为他们几个在一起唱的时候，本身他们融合就非常好了。我就怀疑蒋一帆他在演唱的时候能不能融进来，他咬字的实质以及律动融得非常的棒。我觉得我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很棒。我完全不同意你说的，对，挑不出问题就是问题。这首歌我认为凤瑶做了很大的牺牲。这首歌呢，凤瑶的编曲制作很精良，音乐没得说，但是凤瑶把好多词都让给了这哥几个。我觉得凤瑶这个是对你们很大的一个托举，对吧？那然后这首歌我听下来，只有凤瑶唱段，还有老派的说唱，还有蒋一帆的我在认真听。另外哥仨，我觉得你们感觉是在一首企业年会上唱年会呢，唱的越多越使劲，老板给你们的奖金越多的状态，我不喜欢。对，我觉得这首歌凤瑶、老派、蒋一帆够了，那3人是多余的。对。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在这首歌里面的角色和声部的分配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是合理的。因为第一次把所有的整个的 demo 发过来了之后，以及我们每个人的分轨凤瑶设计好了之后给到我们，我们在听的时候也想过，因为里面实在是切割的太碎了，非常非常碎，所以导致我们在2天到3天时间以内去背到这个歌词、背到那个旋律、背到那个和声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痛苦的。然后我们甚至还想过改一下，改成记忆点最容易记的那几个地方去做和声，然后发现其实还是不到位。我们可能，对吧？我们配合的时间放在这里，那这当然这一切都是借口。咱先不说，你说实话，我们刚刚成团第2首歌，那我就说说吧。我觉得这个歌的问题还不是在各位的唱，而是这个作品。其实，在这个凤瑶这个和解3部曲里吧，我觉得这个作品是写的最不好的。咱们在有歌的时候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说这哪儿凉快哪儿去，是你哪儿凉快哪儿去，还是别人哪儿凉快哪儿去？然后凤瑶跟我说的是，这个东西写的是我哪儿凉快哪儿去，是他自己哪儿凉快哪儿去。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这个歌曲表达跟窝囊废之间的一个差距。姚哥没有，其实我哪儿凉快哪儿去，就代表了你已经哪儿凉快哪儿去了。窝囊废能火，我是能理解的。这个歌我觉得它火不了。因为其实窝囊废这个歌，我们当时在有歌的时候感动了许多人，就是它的那个情感的张力是非常强的。而这首歌它本身的情感的张力，我会觉得有一些问题，只是各位在用自己的演唱和编排去演绎这个作品，它可能算是一个比较炸裂的舞台，但是其他的歌词从创作上来讲，我都觉得是凤瑶的作品里比较平庸的一个。月星有话要表达？对，因为我这里就有不同的声音。我刚刚我自己的听感是，我觉得几位的演唱就像是驰骋在大海上的中国055万吨大驱，就是用这歌名来说吧，055往那一摆，其他的哪儿凉快哪儿去吧。就是首先我特别喜欢他的这个主题，就哪儿凉快哪儿去。他是一个非常有态度的一个作品。就是凤瑶，我跟他上次合作，我就知道他是有个非常有才华、有思想的人。包括这个窝囊废，他就是特别善于观察生活。我觉得这是我们就是歌手啊，包括从事文艺特别重要一点，多体验生活，多观察生活。而且他特别有时代性，而又有个性，而且敢于去张扬。他们的声音是现在我们乐坛特别需要出现的，就如此充满荷尔蒙的这种演绎的一种方式，每个人站在舞台上都是非常独当一面的。期待你们的舞台，非常期待。这首歌可以给到非常多的听众的这种情绪价值，因为当下我觉得大家压力都非常大，特别喜欢这种宣泄的状态，所以当下你们给到大家这种情绪的共振，我觉得是非常明显明确的。所以今天哥几个在台上这个状态，我觉得我对于这个舞台，我也是期待的。我其实，我们哥几个都一样，这么唱了10几年了，有得意我们的听众朋友，得意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很珍惜这么多年对我们的付出。当然也有不喜欢的朋友，但是不喜欢的人呢，是有一部分是还没开始喜欢，有一部分他就是不喜欢。所以我觉得我更多会把注意力放在可能会喜欢我们和已经喜欢我们的人身上。至于不喜欢的人就可以不喜欢，因为我们这歌就叫哪儿凉快哪儿去。既然你不喜欢，我们就往后稍一稍，您就听喜欢的歌，最终还得我们来听，我们来唱。大家喜欢就是好事，我们继续；不喜欢，哎，我们就是唱一个旮旯也去继续。谢谢。好，感谢。当然，到了此刻，我们也要决出一个结果了。到底本轮的待定金曲是谁呢？有请我们剑影团现场合影。我觉得哪儿凉快哪儿去更好。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第三人称。让我们继续恭喜第三人称，也要谢谢我们的 105和一帆，感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无论结果如何永不放弃，感谢各位。接下来继续向第三人称发起挑战的音乐合伙人是王铮亮、卓海豚，加油！哎呀，非常的开心啊！又这次见到了老朋友啊，欢迎我们卓海豚的2位老师哲宇、浩凡。Hello， Hello，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我记得我们上次是有歌的时候碰到的。现在给我你的手，放掉过去的种种。就是2位首先是个特别有意思的组合，也有非常不错的原创的能力。下了节目之后，其实更多人知道我们俩，但是好像他们没有转化成我们的听众，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落差吧。我们现在已经
也出道了8、9年，到现在还没有真正一首能够让大家一听到就知道这是我们的一首歌。如果有一个赛道是迷茫赛道的话，我们应该是 Top 1。这一次来天赐，其实我们真的已经把所有的包袱都扔掉了，再去突破一次，让大家看看更加不一样的我们。你我之間總有一點愛吧，可以交給我吧，總算得戀愛吧。我是從小聽了很多草蜢的歌曲，也了解到草蜢在那個時代其實是一個非常先鋒的一個組合，有自己的舞台設計，有自己的音樂的表現，整體舞台的個性，對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那從音樂的編曲上面，你們有什麼想法？其實從音樂的編曲上面，我聽了一下，有3次主副歌嘛。對呀，其實我們可以分成3 part。我覺得第一 part 肯定是一個原版的致敬的一個風格，第二段同時又加速，完全變一種舞曲的節奏嘛。第3段的話就再把它加一個速度，做一個極致的一個升級。等於是有3個速度。對，1檔、2檔、3檔。我覺得2檔的話可能就可以來一些舞蹈，那3檔的話，我覺得有可能是把這個舞蹈升級，或者是說我們就很自由的可以拿像是 NC 的感覺。對，跟大家互動啊。希望就是說，我們通過我們現在的一些新的編曲和新的一些舞台的表演的模式，讓現在的年輕人看到天賜的這一季的話，能夠再次的喜歡上這首歌曲。半點心，請交給我，不過是個小小願望吧，你的心，卻一早已整個完完全全交給他。我說這裏好嗎？你抬頭而無話，你抱我吻上我嘴巴，卻似你吻向他。我暗中想中有一點愛吧，可以交給我吧，總算得戀愛吧，相愛笑點也罷，我卻更了解是變這夢話。半點心，請交給我，不過是個小小願夢吧，你的心，卻一早已整個完完全全交給他。怕是對你更怕，我說無窮嘈話，你變了永遠笑哈哈，我更仍然無話。你我之間總有一點愛吧，可以交給我吧，總算得戀愛吧，相愛笑點也罷，我卻更了解是變這夢話。半點心，請交給我，不過是個小小願夢吧，你的心，卻一早已整個完完全全交給他。如果我要瀟灑，從愛了回頭吧，到這晚卻說半點心，仍然求能留下。你我之間總有一點愛吧，可以交給我吧，總算得戀愛吧，相愛笑甜也罷，我卻更了解是變這夢話。
整個完完全全。講給他跟你好嗎？一剎的愛怎麼都送給他，一顆心換一半好嗎？起碼一半都夠給我好嗎？給我吧，給我吧，給我吧，給我吧。赢了！哇，赢了！我跟你讲，你要感谢杨姐，一下把这个我们的气氛带起来了。哇！亮哥就是我们真正的前辈，所以这一次合作上，亮哥应该是卓海豚的荣幸，真的。我觉得亮哥在我们这儿就是一个定海神针，对，是的，有他在的话，我就觉得特别安全。就是卓海豚他们是一个其实表面上看很割裂的两个人，因为一个人超级的 E， 然后一位就是非常的 I， 一个朋友圈是每天发朋友圈，一个是1个月以内没有发一条。但是就是实际上真的有时候就是两个人的状态会互补出来，是一个最好的组合的状态。所以这次的这首《半点心》的话，也是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开心的去致敬一首经典的老歌，在复古中，然后再带一些现在一些音乐的想法。半点心其实是有很多的伦巴和波萨诺瓦在那个时候的一种风格，然后也感觉到了这首歌好像不来一点肢体的小小的舞蹈也说不过去。哎，大家觉得亮哥跳的好不好？非常好，好，非常好。我们今天再来感受一下舞蹈的魅力，好不好？大家一起来了，其实很简单。就是半点心，然后对半點心，然後就開始左邊。請給我不過是個小小願望的時候摸頭髮，願望吧。對，就這樣了。亮哥，我想不到有一天你可以教大家跳舞了，太好了！我跟你說你適合，真的，來吧，整起來吧。要不要放音樂 ？1 2 3，半點心，請給我不過是個小小願望吧。你的心，可一走已整個換換串串，交給他。謝謝各位老師，謝謝你們跳得太棒了，耶！哇，我觉得亮哥就还是这么稳，一听就很想买船票。很多人都跟着这个松弛的跳舞，就觉得我们好像所有人都上了你们的这个船，吹着海风，然后参加了一场舞会，很有味道，超级嗨，超级喜欢。谢谢赵云，谢谢。其实我作为在台下就是作为一个观众看刚刚那个舞台，我觉得就是舞台最重要的就是魅力，台上的人要给台下的人情绪价值，非常完美的一场表演，我就是完全气氛被带动起来了，这最重要的。亮哥，请坚持。你确定吗？坚持下去就是这条路，好吧？如果大家真的好好去听这个编曲的话，其实他们的节奏那个层次非常的复杂啊。其实它是由3个不同的类型的舞曲串起来的一整首音乐，你要怎么去让他们不违和的融合在一起，可以进到下一个节奏里面？我觉得这个非常难，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的一个编曲。谢谢哲哥，谢谢，谢谢，谢谢。接下来邀请我们的剑音团，首先邀请光光。半点心原曲在短视频平台累计播放量已突破48亿，属于国民级怀旧金曲。编曲上大胆融入电子摇滚元素，让老歌在新世代听众中重新具备极强的传播穿透力。然而，歌曲中段部分加入了一次明显的降速处理。并未使歌曲听感前后产生明显变化。王铮亮展现了极强技术功底，很好地驾驭了歌曲的叙事感。邵浩帆与林哲宇2位年轻歌手表现同样惊艳，高音区穿透力数据超越过往同类作品均值40%。但需要注意的是，王铮亮严谨的学院派咬字和卓海豚偏向摇滚，在部分乐句的融合上出现了微秒级的律动偏移。整体而言，此次3人演唱是一次优异的舞台表现。这个在我看啊，就是4个25秒的短视频拼一块儿了。作为一首歌呢，它就是个玩意儿。我觉得每一段本身这个短视频都很好啊，但是作为一首作品来讲，我觉得很难评。如果从音乐上我说的问题，其实就是还是每个段落的连接部，包括情绪之间 build up， 在
编曲上我觉得是完全欠考虑的，像是一个半成品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段落的这个演绎是到位的。渊哥，就是我们可能有做一些取舍了，因为我们很认可您说的，这作为一首作品来说，可能不是特别完整。我想问说，您刚才看完这个舞台，你觉得它割裂吗？我是这么看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天赐舞台上有一些歌，它作品本身割裂，但不代表它传播和数据不好。这个是一个新时代的音乐的一种创作的方式。如果你让我看的话，我肯定会觉得割裂，但是我理解，我接受。好的，谢谢元哥。好，谢谢我们剑云团的分享。那接下来就要在2首歌之间选择一首成为本轮的待定金曲，有请剑云团现场合影。我觉得第三人称更好。经声音现场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第三人称。让我们继续恭喜第三人称，也要谢谢3位蚱蜢乐队。了不得啊！第三人称扛住了1轮、2轮、3轮、4轮，接下来还能扛得住下一轮竞演吗？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发起挑战的音乐合伙人，欢迎乌兰图雅白小白，加油！我来之前我就跟嘉玲说，我说这回跟图雅姐唱啊，是吗？你们唱什么呀？怎么样？大家都特别开心。这次终于有机会合作上了。流星街里还传来八扬琴声吗 ？Alexander 的面包房，列巴出炉了吗？郎哥老师也是我特别好的朋友，而且他是新疆人，然后我也是少数民族，我们对少数民族音乐特别的偏爱。对。听这首歌曲就是能够产生共情，对，是在歌词里边体现，就是细致到哪一条街、哪一个面包房什么什么的这个词，它很有生活，对，很有生活，很有生活。欢迎小白老弟啊，到我们家乡去，我一定请你吃这个烧麦、奶茶，喝奶茶。我们的奶茶就是熬的那个锅茶，然后那锅茶里可以放小米，对，炒米呀，然后还有牛肉啊，还有就奶豆腐什么的，就根据自己的口味去放，一定让你圆圆的回去。就我小的时候，我们那块烧烤叫1毛撸，1毛，对，1毛钱，1毛钱一哦，对，那个串上面就1块肉，很小很小，我能吃100多串，现在还有1毛撸的这个烧烤的。就是每个人的儿时的记忆里都有他的那个独特的一个记忆，对吧？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只是拿苹果香做一个载体，让大家共同去追思儿时的那种家乡的味道。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改变一下就编曲的思路。对，我们可以加一些就内蒙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民乐里头。马头琴是蒙古民族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民族乐器，然后呼麦又是我们独特的一个音乐的一个表达，所以这个2个就音乐响起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就把我追溯到回到大草原，自然而然就是有一种淡淡的乡愁和忧伤。然后我们可以前面慢一点，后边快一点节奏的，也适合就是找一些舞蹈演员去跳跳舞。太好了，太好了！我觉得你这个思路特别好，让大家特别魔性的。还有这个可能会骑马，哎，是这意思吗？是可以的。大秧子啊！我们今天把这个动作融入这个舞台，就是天赐声音的秘密武器，一定让他们眼前一亮。醉雁啊飞回，芦苇随风摆，河对面的手擂台，今天在不在？那年我饮马来到了
我曾看到你弹着咚巴拉，听过你把歌唱。单纯的相逢，平凡的晚上，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傻傻的等到了天亮。月亮作证，你展帽上的羽毛，亲吻着晚风飘啊飘啊，飘到了我的心上。流行街里还传来八样情深吗？阿里和山的面包房，列巴出炉了吗？南园路像是舌尖上的故事啊，你让浪迹天涯的孩子啊，梦中回家吧。儿时的万花筒里有野鸽在飞翔，这让我想起二哥和他心爱的当工厂。湖蓝色的院墙，我生命里的愿望，我的妈妈在那里给我的爱，叫我永生不忘。心中有个地方，刻进了你的名字，草原和古月季花香都是我的歌。儿时离开你，正风花开时，如今往事远了模糊了，我却忘不了苹果香。如今往事远了模糊了，我却忘不了苹果香。我们掌声送给白小白，送给乌兰图雅。这个组合本来就给我们眼前一亮，很多惊喜哈。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给二位：当你第一次知道说，哎，原来我的音乐合伙人搭档是对方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因为我经常能刷到他的短视频，然后特别喜欢这个小白老师，然后他是特别朴实的，然后特别接地气，特别开心能够跟他合作这个舞台。来这儿，涂鸦老师也一顿教我，因为他对这个歌比我熟悉多。我尤其那个那个三这个面包房，就那个舌头我不会。啊，这个桑德面包房，这个面包房，对，就教我很多啊。对对。哎，谁的弹舌那么厉害？刚才。哦，小雨，厉害。小雨来学一句。流行街里还传来大洋情深啊，阿里克桑德面包房，列巴出炉了吗？哇，练，有点草原的感觉了，在吃草。月星。流行街里还传来八样情深吗？什么？有那个味儿，有那个味儿了，可以。2句杀死比赛，我一开始第一句想正经的，但是到第2句我就正经不了了。我觉得那个副歌有一个这个啊，我觉得这个字儿挺好听的，就是。月亮作证，你展帽上的羽毛，亲吻着晚风飘啊飘啊，飘到了我的心上。哎，就那个啊字我喜欢。我等这个啊等好久啊。不过今天这个舞台本身，《苹果香》是一个传达什么理念的歌呢？兰歌老师是新疆人，他创作的是以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还有这个乡愁的一首作品。我觉得其实它不仅仅是地域，它更多是每个人对家乡的一种
思念。小白是在后面是他主唱嘛，也就是一些广场的这个舞蹈来配合，在前面可能是有我的家乡的特色在一起，所以今天请了家乡的马头琴，然后他又同时呼麦。这首歌已经红遍了大街小巷，只是说可能唱我们心中的香，它也许不是苹果香，我的家乡的香也许是奶茶飘香，他的家乡是撸串香。刚刚那个舞台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非常嗨，然后这么晚了，然后大家再聚在一起，然后能有一个这么样炸翻全场的舞台，这样氛围特别好的一个舞台，我觉得就非常的爽。太精彩了，就是完全没想到，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台上多了10几个，信念感十足，然后他们就是很复古嘛，载歌载舞的那种感觉哈。然后这个舞台非常非常惊喜，且我觉得真的是大家看得非常的开心，很喜欢，谢谢。好，谢谢老师。谢谢各位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有请江一汤老师。小白啊，哎，表哥，今天确实是唱的不好。此话怎讲呢？我觉得就是你没有融入这个舞台，没耍开。你平时直播什么样，我们也知道。你今天怎么在这舞台上拘谨了呢？我都已经把直播这套活都搬上来了，都已经。你看你在那舞台上又倒立，又那怎么着来着？我们那研究半天。倒立唱啊，是不是这样啊？他那意思，我唱的苹果香，我倒立唱那意思。对对对，你来一个呗，你不是会吗？你是真别闹，你好好说，你哎真烦人。我都这个了，我还没放开呀，这是那咋的？我是觉得，其实在这个舞台上，你可以展现的更夸张一些，它会显得更热闹。哎呀，哎，这总能挑出这点毛病啊！啊，行，说完了吗？啊，我说完了，说完了。好，谢老师。我本身就是蒙古族嘛，所以说我看到这个舞台特别的亲切，包括涂鸦老师的演唱，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小白呢，我也没觉得像梁文说的那样，我觉得小白的音色本来就很有辨识度，又唱又跳，我觉得很不容易了。我很喜欢这个舞台，对，谢谢老师。其实我觉得这个小白唱的挺好的，你看我们听他的音色里有很多不同的这种共鸣状态，比如说他一会儿唱的是一个流行状态，一会儿唱的这个软腭稍微高一点，像是一个偏民族的一个状态。其实会有一种什么呢？虽然说到不了草原，但可能是到了东北热炕头那种感觉，是吧？我看这个舞台有点像这个，像过年了一样，挺热闹的。但这里其实重点要说一下涂鸦老师。就是我个人认为，这个舞台的前奏啊，在设计的时候，这个前奏稍微有一丁点短了，我可能还没有入戏，然后它就停了。但涂鸦老师他这种音色，瞬间把我们就拉回了这种草原的既视感，这个真太棒了。第三人称大家知道，通过了5轮的竞演，依然是当下的待定金曲。到底花落谁家？稍后公布，谢谢二位，稍作片刻。现在进入到我们的惊喜环节，也就是我们天赐的盲盒，一起来欢迎本期盲盒歌手登场。我们认识了那么久，还只是好朋友。喜欢你的话，我也从没说出口。直到有一次，你醉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着你和他的故事，眼泪在流。相处那么久，没见过你低头，哽咽的我也不知怎么向你问候。我的愿望是你开心，我能陪在你左右，而你难过的时候，我也陪着你分担忧愁。他真的对你好吗？我现在就要你回答。虽然我的身份不适合当下，为什么你
还勉强说这一切还好吧，我却只能陪你强笑着装傻。他真的对你好吗？我还是想要你回答，这样我才能放下担心和牵挂。累了吧？起身说这时间你要回家，没听到回答，悄悄压在心底。关于爱你的话。我的愿望是你开心，我能陪在你左右，而你难过的时候，我也陪着你分担忧愁。他真的对你好吗？我还是想要你回答，这样我才能放下担心和牵挂。累了吧？期待说这时间你要回家，没听到回答，悄悄压在心底。关于爱你的话。哇，咱哥太牛了！各位老师好，然后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富豪。富豪呢，他会给我们一些很特别的印象。当你闭上眼睛听他的声音，感觉像个70后；睁开眼睛一看，像80后。实际上你是几后呢？我是95后。95后。对，96年生人。哇，但这个嗓音怎么能如此的沧桑有故事呢？这个你是天生的，还是练的，还是为歌曲准备？天生吧，这个年代可能是粗粮吃多了，粗粮吃多了。之前有很多朋友就是老说我这个嗓子属于就在唱歌的过程中，说我这个属于考温式唱法，就是感觉吧，唱多么温柔的歌曲都像是在质问别人。然后其实我挺温柔的。那这样你给我们来一个温柔式的唱法。他真的对你好吗？这不也挺好吗？你们感受到温柔了吗？可以啊，就是刚刚那个他真的，我觉得还蛮甜的、啊。对呀。对呀。但是说实在的，我在歌坛上面，我听过这种唱歌方式的就2个人，一个是李宗盛，另外一个就是富豪。哎，谢谢老师，好高的评价。他的不管是发声的方式，还有咬字跟唱歌的方式，其实是跟大哥很像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唱小甜歌的话，你可以试着去听听看李宗盛大哥的一些小情歌，也许你可以从里面学到一点小技巧。可以。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再次感谢富豪，我们通过这期节目，又再一次对富豪加深了印象。也希望他在华语歌坛里面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成为一个温柔的汉子。谢谢各位老长，谢谢。哎，好了，现在到了我们本期最紧张的时刻了，在2首歌之间要选出一首成为当期的推荐金曲，2选其一，交给我们的剑音团现场合一，有请。是由杨丞琳、王栎鑫带来的《第三人称》，还是乌兰图雅、白小白带来的《苹果香》？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期的推荐金曲为《第三人称》。让我们恭喜《第三人称》一路杀到了最后，成为了本期推荐金曲。欢迎杨丞琳，有请王栎鑫。接下来进入东阳光鲜虫草金曲荣耀时刻，让我们欢呼声送给杨丞琳、王栎鑫。
第3人称获得本期推荐金曲，请接受来自斗阳光仙虫草的3重荣耀加冕，日照金山礼盒致敬天赐之声，金色唱片刻录永恒天赐之声。以及这枚内置了原声高光时刻的先生荣耀 AI 勋章，正如我们的东阳光仙虫草一样，锁住每一份鲜活营养。让我们掌声响起，这一刻的高光也将被我们永远珍藏。音乐爱我们，音乐也爱你们。如果你爱音乐，请在下一期东阳光仙虫草天赐的声音继续。不见不散，下周见。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7季。我爱你 ，I know。听你唱完歌，我觉得我都变漂亮了。啊，你本来就很漂亮。